大家好，我是江颖，今天聊一个关乎您钱包的话题，请翻翻家里的电话账单，看看室内电话栏是否每月都有一笔几十块的月租费。这笔钱像固定开支，很多人已习惯将它视为必须的生活成本，但我想问，您家固定电话真的还在工作吗？上一次用它打给家人朋友是何时？对很多子女在外，常用手机联系的家庭来说，墙上的电话可能已沦为装饰，或者偶尔接听快递、推销电话，更多时候它只是静静躺着。然而，这部几乎沉默的电话，我们仍在每月支付固定的入场费、月租费。这就像租了仓库却空置依旧交租，或办了健身卡几乎不用却照扣年费。您是否觉得冤枉、憋屈？如果您有同感，请一定看完本期视频。今天我将揭晓如何直接省下这笔钱，一年或许能省几百元，足够添置不少实用之物。在开始之前，江颖想先请大家帮个小忙。如果您觉得颐养晚年这个频道总是聊这些跟咱们老百姓柴米油盐、健康钱包息息相关的实在话，请您动动手指，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再点亮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帮您看紧钱袋子、过好小日子的实用妙招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家固定电话的使用情况，是不是也成了摆设？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刚才说到这个市话月租费，很多人交了十几年，可能都从来没想过它到底是个啥，为啥一定要交？要弄明白我们今天怎么能把它省掉，就得先搞清楚它的前世今生。这就像中医看病要寻根溯源，咱们处理生活问题也得先弄懂它的来龙去脉。您知道吗？这个室内电话月租费在通讯行业里，它有一个更专业的名字，叫做线路维护费或者基本费。这个名字其实就揭示了它的本质。在几十年前，家家户户刚开始装电话那会儿，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电信公司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他们要拉很长的电缆线到您家门口，要在地下埋设复杂的管线网络，要在机房安装昂贵的交换机设备，还要安排人员24小时维护，确保这条通信线路时刻畅通。所以那个时候，您家里只要装了电话，不管您这个月是打了100个电话，还是一个都没打，您都占用了这条物理线路和背后的整套服务资源。因此，向用户收取一笔固定的月租费来分摊这些建设和维护成本，在当时的技术和商业条件下是非常合理，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您家门口那条专属信息公路交的养路费。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笔钱我们交的是心甘情愿，因为电话是我们和外界联系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具。但是，时代变了啊，朋友们，科技的浪潮滚滚而来，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动摇了这个持续了几十年的收费模式的根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手机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飞跃。现在，咱们和儿女联系，随手就是微信语音、视频通话，又快又方便，还不要钱。即便是要打电话，手机套餐里送的通话分钟数根本用不完，那个需要坐在家里守着一条线的固定电话，它的核心通讯功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更便捷的移动通信和网络通信取代了。可问题是，我们的消费习惯和认知有时候会滞后于技术的变革，我们还在为那个几乎不再使用的旧工具惯性般地支付着养路费。而电信公司呢，他们也很少会主动大声地告诉每一位用户，嘿，如果您不用市话了，其实可以换个更便宜甚至免费的方案哦。这背后的原因咱们也能理解几分，毕竟这是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但作为消费者，我们完全有权利知道所有的选项，并为自己做出最精明、最省钱的选择。这就好比我们去餐厅吃饭，菜单上有套餐也有单点，服务员有责任把菜单给我们看全，至于怎么点、怎么省钱，那就是咱们自己的智慧和权利了。那么，关键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家的固定电话真的已经变成了偶尔接听的摆设，难道我们就只能继续当这个冤大头，每个月白白上交这几十块钱吗？当然不是。今天，江颖就要为大家揭开中华电信以及其他电信运营商一个很多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太在意，但却能实实在在帮我们省钱的方案，那就是将您的固定电话从传统的按月租计费模式更改成依通话量计费的模式。更通俗一点说，就是用多少付多少，不用就不付基本费。这个方案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运营商那里可能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叫轻量型方案、话务量计费方案或者便民型方案，但它们的核心精神都是一样的，取消那笔固定的70元或60元月租费，改为根据您实际打出的室内电话通话分钟数来收费。通常，这种方案会设定一个非常低的费率，比如每分钟几毛钱。您想想看，如果您一个月连一个市话都没打出去，
那么您这个月的市话费用就是0元，1分钱都不用交。这和您每个月固定交70元相比，是不是天壤之别？听到这里，您可能会又惊又喜，但心里也同时冒出几个大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肯定是，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取消了月租费，那我家电话还能正常响吗？别人还能打进来吗？第二个问号是，这种方案会不会有什么隐藏的坑，比如通话费特别贵，或者有其他附加条件？第三个问号是，如果我改了方案，以后又想多打电话了，还能改回来吗？别着急，江颖既然把这件事提出来了，就一定会把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咱们一步一步来。首先，请您绝对放心，改成1通话量计费方案，您家的固定电话号码不会变，电话机也不用换，它依然好端端的待在你家墙上或桌上。最重要的，接听电话的功能完全不受任何影响，无论是儿女打来的问候电话，还是快递、朋友的来电，都会像往常一样畅通无阻的响起铃声，您随时可以接听，而且接听电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免费的，这一点请您务必记牢。这个方案调整的仅仅是您主动拨出室内电话时的计费方式，从交月租随便打变成了打多少算多少钱。而对于接电话，这个咱们现在最主要的功能是没有任何改变的，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改了之后电话会哑巴了。接下来我们来算一笔实实在在的经济账，看看这个改变能为您省下多少钱。咱们就按最常见的每月70元月租费来算，一年下来就是70元乘12个月，等于840元。假设您改了新方案后，您家的电话纯粹只用来接听，一个市话都不往外打，那么您这一年就在市话费上净省了840元。这840元能做什么呢？可以给孙子孙女买好几套精美的图书，可以给自己和老伴儿安排一次不错的短途旅行，可以买一台很好的电风扇或者电饭煲，也可以干脆就存起来，积少成多。反过来想，如果您什么也不做，这840元就悄无声息地流走了，是不是很可惜？那么新的计费方式到底怎么收费呢？一般来说，这种轻量型方案，室内电话的费率可能会设定在每分钟 0.5 元到1元这个区间，具体金额以运营商最新公告为准，但原理相通。咱们就按较高的每分钟1元来做个保守估算，这意味着你每个月需要打出超过70分钟的室内电话，差不多每天要打2分多钟，新方案的总话费才会超过原来的70元月租。请您诚实的评估一下，您家固定电话每个月往外拨打室内电话的时间能超过70分钟吗？对于绝大多数仅仅保留固话用于接听的家庭来说，答案几乎都是不可能。所以在经济上，这几乎是一个稳赚不赔的转换。当然，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这个通话量计费的模式也有它特别适合的人群和需要注意的细节。这就好比三豆饮，春天和夏天的配方不同，要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也像设置手机权限，要根据不同软件的需求来调整。咱们这个电话方案也得对症下药。如果您家属于以下几种情况，那么江颖强烈建议您认真考虑办理这个变更的一类，也就是最典型的一类，固定电话几乎只用于接听，很少甚至从不主动拨打室内电话的家庭，尤其是子女已成家、老两口独居，或者主要靠手机与外界联系的家庭。您家的电话可能就是防个万一，或者接个快递，这是最适合改用新方案的情况，省钱效果立竿见影。第二类，将固定电话与家庭宽带或电视套餐捆绑在一起的用户，您可能会担心，改了电话计费方式，会不会影响我的上网或看电视？这一点您也可以放心，通常这种变更是独立的，只改变电话的计费方式，不会触动您的宽带和电视套餐合约。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在办理前可以再次向客服确认一下。第三类，还在使用传真机，或者一些需要拨号的就是家庭警报器的用户，您需要确认一下，这些设备在通话量计费模式下是否能正常工作，通常没问题，并且评估一下他们使用电话线拨号的频率和时长。如果频率极低，那么新方案仍然可能比月租费划算。那么有没有不太适合这个方案的家庭呢？也有，比如您家里有需要经常用固定电话拨打室内电话联系客户、处理事务的情况，或者有特别喜欢用固话和老朋友长时间聊天的习惯，每月通话时长远远超过70分钟。对于这种情况，保留原来的月租费模式可能更划算。不过，即便是这样，我也建议您去查一下通话详单，算一算总账，做到心中有数。了解清楚了适合与否，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实操环节了，到底该怎么办理这个变更？手续复杂吗？需要跑营业厅吗？会不会被推销别的产品？大家别担心，
江颖下面就把几种办理途径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给大家清清楚楚地列出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方便的一种。第一种，也是最推荐的一种，直接拨打运营商的客服电话。对于中华电信的用户，这个号码就是123，您用手机或者家里的固定电话直接打过去都可以。接通后，根据语音提示转接人工客服，您可以直接跟客服人员说：您好，我想了解一下，把我家固定电话的计费方式从月租费模式改成1通话量计费的模式，可以办理吗？客服人员会核实您的身份，一般需要提供电话登记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或电话号码等信息，然后为您查询并办理。整个过程在电话里就能完成，非常方便，特别适合不太方便出门的老年朋友。在电话里，您一定要把几个关键问题问清楚：新的费率是多少？每分钟多少钱？有没有最低消费？变更后，接听电话是否仍然免费？办理后什么时候生效？把这些都问明白了，再确认办理。第二种，亲自前往运营商的营业厅办理。如果您家附近就有中华电信的服务中心，您也可以带上身份证件和最近的话费账单，直接去柜台办理。面对面的好处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场问，当场看到资料。您可以请柜台人员帮您打印出最近几个月的通话详单，看看自己到底打了多少市话，这样决策就更精准了。第三种，通过运营商的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办理。如果您或家人对网络操作比较熟悉，也可以登录网上营业厅，在业务办理或套餐变更栏目里查找相关选项。不过，对于不太熟悉网络操作的朋友，江颖还是更推荐前面两种方式。在办理过程中，江颖有几点非常重要的提醒要送给大家，这就像是养生时的注意事项，关系到最终的疗效和安全。提醒一：确认无合约限制。在办理变更前，一定要问客服或柜台人员，您家的固定电话目前是否绑定了任何有合约期的促销方案，比如签2年约送话机之类的。如果在合约期内提前变更计费方式，可能会产生违约金，先问清楚，避免损失。提醒二：变更生效时间。通常这类变更会在下一个计费周期开始时生效，比如您这个月5号办理，可能下个月1号才开始按新方案计费，本月剩下的日子可能还是按原月租费计算，这一点要问清楚，管理好预期。提醒三：保留沟通记录。无论是电话办理还是柜台办理，建议您记下办理的日期、客服工号如果有，以及对方确认的关键信息，如新费率。万一后续账单出现疑问，可以有据可查。提醒四：定期检查账单。办理成功后的头1-2个月，拿到话费账单时，请务必仔细看一下室内电话那一栏的费用，确认是否真的取消了月租费，以及通话费是否按新费率计算。养成检查账单的好习惯，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最佳方式。好了，朋友们，关于如何把固定电话从月租费模式切换到1通话量计费模式来省钱的核心方法和细节，江颖已经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了。这个事情的本质，其实就是咱们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在了解了所有消费选项之后，主动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更贴合当前实际使用情况、更经济实惠的方案。它不涉及任何违规操作，完全是运营商提供的合法、正规的服务选项之一。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细水长流和精打细算，每一分省下来的钱，都是我们晚年生活的底气和尊严。省下这笔固定的电话月租费，虽然看起来每月只有几十元，但坚持1年、5年、10年，那就是一笔可观的积蓄。这笔钱用来改善生活、培养爱好、应对不时之需，难道不比默默地交给一个几乎不用的服务要强得多吗？在视频的最后，江颖还是想把最重要的几点给大家再总结叮咛一下。第一，这是合法合规的权益选择，我们并非钻空子，而是选择运营商本就提供的划算方案。就像在超市挑选最合适自家需求的商品，是每位消费者的正当权利。办理时，请您理直气壮，清楚说明。第二，操作简单，一个电话可能就搞定，不换号，不影响接听，只是将固定支出变为按需支出，拨打客服电话，在家就能办，如同关掉一个长期空转的电器开关。第三，养成定期审视账单的好习惯，借此机会，也请留意手机、网络、水电等账单，查看是否有已不需的增值业务或更优惠套餐。每年定期财务体检，可能省下不少钱。最后，颐养晚年，频道愿向您的朋友把关乎切身利益的生活智慧说清楚。面对变化，我们应主动调整，积极管理生活。若您省下了月租费，欢迎来评论区分享喜悦，也请把这份信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尤其是身边老人。生活智慧就藏在点滴之中，打理好日常，
那份踏实与成就感千金难换。愿我们都做生活的有心人，把日子过得健康、明白、有滋味。如果您觉得江颖今天的话说到了您的心坎里，给您提了个醒，请您别忘了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订阅颐养晚年这个频道。您的支持是我继续为大家寻找、梳理这些生活智慧的最大动力。如果在办理过程中遇到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我所能为大家解答。我是江颖，在颐养晚年，陪着您一起把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精明、更加舒适、更加有尊严。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祝大家生活愉快，钱包鼓鼓。